它是我吃过最极限的蛋，就是会直接吃到停不下来，随便咬随便爆馅。这个咖啡杯非常的可爱，这支好好喝。也江湖艺名马吉，大家好，我是薇薇，我现在人在东京。今天有超多店想吃，还约了一个朋友2家酒吧，要赶快出门。出门前来速分享一下我的饭店好了，有多速呢？这么素，因为它超小的。我住的就是 APA， 我住的这间东日本桥嘛，看出去竟然就有2家 APA， 这是一个非常连锁的饭店。玄关的部分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，其实真的非常的狭小，这边大概站2个人左右。然后玄关一进来，旁边就是厕所，厕所呢真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然后这是书桌，我这个29寸的行李箱只能就是这样放，因为房间真的放不下。然后我这次订东日本桥站的单人房，大概是1个晚上2500左右，价格我觉得没有特别便宜，但还可以接受。今天天气阴阴的，感觉不是很适合观光，但没关系，我今天的行程就是吃，所以我现在第一站要去吃面包，自己都嘴软。没错，就是我昨天吃早餐的地方。因为我真的太在意昨天我没吃到的那个甜的 cheese 酸种面包，所以我今天又来了。但是整个排队到不行哎，这应该是我史上第1个想要急速2访的面包店，结果好可惜。但旅途中就是有这些可惜，才会有下一次再来的动力，对吧？对，悲痛欲绝的我，现在决定要走20分钟去吃咖喱蛋包饭。遇到一间排队店，是天妇罗冻饭的。走着，遇到了3月本馆。这一条的街景非常有那种欧洲感。日本桥这附近的商场超漂亮的哎，走一个绿意盎然派。哪一个是富锦树台菜哎？这里未免太欧洲了。然后这一栋老老的建筑 ，Google Map 上显示应该是什么日本货币研究院。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City Walk 的人，因为我出门做的行程呢，都是点到点，就是我想吃这家，我想吃那家，但是中间我都不会研究。所以如果走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常常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这是可以帮猫猫做印章的意思吗？走到神田站附近，这里有好多中菜。走了20分钟来吃一家好像几年前有得过米其林推荐的咖喱蛋包饭。我在开门前10分钟来的，竟然有人比我早来 ，respect。4、5時間ぐらいで集めれる。这一间蛋包饭在神田站附近。我看了一下网络上的介绍，大部分都是疫情前的，然后我也是疫情前存的，所以感觉它近几年可能热度有一点下降。但虽然如此，它还是在开店前就大排长龙。它卖的品项非常简单，基本上就是各式的咖喱，然后要不要蛋。我选了一个最招牌的欧姆蛋干咖喱。15分钟完食，很久没有吃到不想讲话了。身为一个终极蛋控，必须说这个欧姆蛋是我吃过真的数1数2滑嫩的。它是我吃过最极限的蛋，它在固体跟液体之间疯狂游走，感觉温度稍微高一点它就会变成固体，温度稍微低一点它就会变成液体。但是这个欧姆蛋熟度完美的停在了中间。我觉得它的蛋其实蛋香或奶油香并没有特别香浓，就是整体我觉得蛋的质地是大于它的香气的。再来是干咖喱，我觉得也蛮意料之外的。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看到比较偏干的咖喱，我觉得它只是很稠的一般咖喱，看起来平平无奇，但吃进去其实口味层次非常的多，吃进去是很重的那种香料的味道，到最后会有一点点肉味飘出来。饭就没有特别的惊艳啦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摆盘其实蛮有巧思的，就是它把饭铺的薄薄的一层，然后上面淋了很满的咖喱酱，蛋包的大小一定也是有计算过的，切开来的直径可以刚好覆盖
来煮整盘饭，每一口不管怎么挖，不管怎么铲，一定会有等比例1:1:1的蛋、咖喱还有饭，就是会直接吃到停不下来。我一般都是吃到一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嘛，那我刚才就是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趁热把这一盘吃完。餐配汤的 set 是1200日元，换算成台币也就260、270左右。出来还在排队，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。他直接full call嘛，所以我决定要去找咖啡。从蛋包饭走了10分钟，来到这一家 Glitch。它在东京有2家分店，然后我来的是神田附近这家。这一家的特色是很多自己烘的豆子，然后从浅焙到深焙，各种产地的全部都有。然后主要以手冲为主，但当然拿铁跟一般的意式也是有。我刚才在那边选择障碍，然后店员就说，其实他们也有tasting menu， 就是你可以选择2到3款豆子，比起单点会稍微有一点折扣，所以我今天就选2款。店里的位置不多，大概就6、7个，但是店里的装潢我觉得蛮舒服的，一种原木工业风。然后必须说，我觉得这里的店员穿的也太好看了吧，就是从店员的穿着就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有品味的店。我这样讲会不会很恼哈？就是简单来说，店员都很好看，好不好？我的咖啡准备好了，这个咖啡杯非常的可爱，有一种茶气的感觉。每一款手冲都会配这个风味的描述，我选了一款是浅焙荔枝风味，另外一款是白巧克力奶油可可香的那一种。上面有几个象限，就是可以让你填上自己的感想。它做的有点像那个测试视力的那张表，这个要带回家。没有很立，没有很直。在我刚才那个笑完的那一秒，我呼吸了一口空气以后，那个荔枝香味是这样冲到鼻腔哎，它好后置的荔枝哦。身为一个平常都喝意式或拿铁，就是对咖啡其实没什么研究的人呢，每次看到这种手冲的单子，都会想要跟着它上面的风味描述来感受一下。它的酸度没有很明亮，是一个比较沉稳的热带水果香气。平常我是不太会主动选择就是偏深焙这种巧克力坚果风味的，但是因为刚才他推荐了这一支，然后给我闻了那个咖啡豆，它光是那个咖啡罐一打开那一秒，我就闻到那个白巧克力那种香气，我就觉得这一支一定很有趣。它明明是个清澈的咖啡，就是没有加一丝的奶，但是闻起来好奶好甜，这支好好喝。一入口先是咖啡的酸，然后到中间会有一点巧克力、奶油、坚果那种香气飘出来。最后是一种很难形容的甜呢，有一种吃完夏威夷果塔，还不是夏威夷果本人哦，是夏威夷果塔，吃完以后留在嘴巴里那一种奶油混上坚果的甜香。哇，这一支是口齿留香的那一种甜香哎，好赞哦！坐地铁来到了银座这边，然后我现在要来找一家百灵果的 Ken 推荐的泡芙。Can I get one puff? I want. Yeah. Instagram. Yeah, Instagram. A lot of Taiwanese people come here. And I can. Can, yeah. Okay, thank you. Thank you. 泡芙 get， 不小心多买了一颗可丽露。这家 Parola 呢，其实是卖法式的点心，然后它也有店内的用餐区域，但是如果只买点心的话是不能进去。店内的话要点那一些帕菲啊、盘式甜点才行。这颗超沉的泡芙630日元，一颗大概130、140台币左右。它拿在手上真的好重哦，我刚才吃掉它。我刚才牙齿一碰到它，就觉得这颗东西不对劲。一包馅料超满，如果你第一口不小心咬太大力的话，它的内馅一定会从某个地方喷发。随便咬，随便爆馅。泡芙皮是有薄脆路线，馅料应该是新鲜灌的，所以泡芙皮虽然很薄，但是一点都没有润掉。这个内馅就是这种香草奶油馅，细看还看得到一粒一粒黑黑的香草籽，大奶甜香蛮平衡的。但说实在，内馅对我来讲有点小偏甜。如果它5分糖的话，我会爱爆它。不嫌恶的话，2个人吃一个，我觉得会满足感最高。可丽露380日元，大概80块台币左右，超迷你的。这个陈皮太好吃了啦！这可丽露的内里我自己还好，我喜欢那种再更扎实、再更固体一点的。这个半生熟的，我觉得吃起来有点黏糊糊的，不是特别喜欢。但是这一层皮好赞，壳非常的脆，咬下去的时候是需要一点阻力的。一咬下去嚼个2口，就是焦糖香气就会冲上脑门。
虽然类里我没有喜欢，但是因为它小小一颗，所以皮的比例其实是很大的。单独也是12分糖，好甜。我还带了一份给待会的鹏鹏，好快乐！吃了甜的，就是心情会很好。下午2点半要去一家酒吧见我的鹏鹏，他来东京了。东部的银座街道竟然变成了一条步行街，这里感觉很像待会会有僵尸从后面跑过来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这个街道上面狂奔。If you follow, please tell me. OK， 这家 Mixology Salon 其实跟我昨天晚上，也就是上一集的那家 Memento Mori 是同一个集团的，而且它就在银座那个 G6 的楼上，真的蛮适合大家逛累的时候就来这边下午茶、下午酒一下。这家 Mixology 就是以茶为主题，然后我朋友说它是可以选择某种水果混某种茶，然后帮你调配成一杯酒。不愧是姐妹店，连酒单的风格都一样。第一页就是酒吧的介绍，第2页就是茶的历史。今天的水果是白葡萄配乌龙。不要看它颜色这么清澈，它的味道是浓的。这个味道很像我之前在上海喝的那种喜茶，就是你知道什么大力青提之类的，太快乐了。招待的小点心很用心，就是各种鲜贝，然后竟然还有好吃的胡萝卜蛋糕。不喝酒的鹏鹏点了浮夸水果盘，还有一杯绿绿的 mocktail， 偷喝一口。精致的鹏鹏是你的江湖艺名马吉，还有一个 Instagram， 快点使出你的 Instagram。今天看 IG 发现我有超多同事追踪他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同事应该会吓歪。我看到有了，马吉上，我第一次叫你本人直接叫薇薇，我跟薇薇8年没见了吧，8、9年，我们认识应该有10几年呢，就国中同学。这杯是加了日本茶的 Rama Stream Fizz， 喝起来就是奶茶的味道。酒的话，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就是好喝的茶酒。但是他周末有2个小时的时间限制这件事情，我们入座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沟通到。然后我大概在离开前的20分钟，就是还又点了一杯酒，他也没跟我说，所以我后来就是在15分钟内下掉那一杯 Rama Stream Fizz， 就喝的有一点局促。我们刚才本来要离开了，但是他说 G6， 对对，的上面有一个空中花园，可以看到东京铁塔。对啊，但还是看得到一个人，然后这里很绿耶，很不像一个屋顶。真的，哇，接近5点，我要移动去涩谷，继续喝下一家酒吧。SG 放在我的心中已经非常的久了，因为它是我在上海很喜欢的那一些酒吧在东京的发源地，像上海那一些 Odd Couple、Sober Company， 还有 Speak Low， 其实都是跟他们同一个集团的。这一次来东京就想说一定要来发源地拜个码头，我刚好被分配到 B1 吧台的位置，然后这一整个风格超像 Speak Low。看一下酒单，其实它的酒单选择不算特别多，但是每一款其实都是特调。第一杯点的是和牛风味的 Charlie Brown， 第2杯呢甜甜的，忘记什么了。第3杯用重拳收尾，咖啡马丁尼，超赞。结账2000台币左右，整个意犹未尽，所以大家早安，现在是隔天的早上7点，我已经准备要去登机了。昨天晚上真的是一个奇遇记，最后呢去了3个喝酒的地方，吃了1碗拉面，但因为太开心了，所以没有特别拍。但必须说，我觉得 SG Club 还是蛮值得一试的，它的酒的创意都很有趣，虽然都对我来讲稍微有一点偏甜，但是去了真的不会后悔。然后就跟朋友们一路从涩谷走到惠比寿，去了一家叫 Bar Trench 的店。Bar Trench 算是如果在东京住的话会一直想去的店呢，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店里的气氛蛮好的。最后我们又从惠比寿走回涩谷，然后去了一家叫 INC 的酒吧。它的酒呢，我就
但是它的环境我非常喜欢，就很像台北的那个 basement。对，昨天晚上报告完毕，那这一次的东京也报告完毕，真的2天的时间太短了，我已经想好之后一定要来 long stay 个几周。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东京推荐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好啦，我真的太困了，我要去机上睡觉了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。